实际利率或者叫做 real interest rate， 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它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金融决策。但是，许多人对实际利率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只是简单的认为银行存款的利息就是实际利率。这个误解背后隐藏着什么？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实际利率的概念。实际利率是指考虑了通货膨胀率的利率水平。通常，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并不考虑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你看到的存款利率可能比实际情况要低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银行通常提供的是名义利率，也就是未经调整的利率，而实际利率才是真正反映了你的投资的实际增值。实际利率的计算方法是将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这样就可以得到你的投资的真正增值情况。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那么你的投资增值；如果是负数，那么你的投资实际上在贬值。这个概念对于理解我们的金融状况和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至关重要。那么，为什么银行通常不提供实际利率呢？这涉及到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银行的商业模式。银行通常使用名义利率来吸引存款和提供贷款，而实际利率则可能不够吸引人。此外，通货膨胀率会不断变化，因此实际利率也会有所波动，这对于银行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造成了挑战。影响方面，实际利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决策。当实际利率较高时，人们更倾向于储蓄和投资，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相反，当实际利率较低时，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借款和消费，因为借款成本较低。因此，中央银行和政府通常会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整利率水平，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率的控制。另外，有一些国家曾经采用过实际利率政策，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面临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名义利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并提高实际利率。这对于稳定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带来了高成本的一面，影响了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成本。总之，实际利率是一个关键的金融概念，影响着我们的金融决策和经济发展。了解实际利率的真正含义和影响，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金融决策，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继续观看视频，深入了解实际利率的内幕。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当实际利率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台时，美国正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率飙升，失业率攀升，名义利率也达到历史高峰。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局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经济情况。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所谓的滞胀时期，即通货膨胀和经济滞胀同步出现的情况。通货膨胀率飙升到了2位数水平，达到了14%左右，这意味着物价飞涨，购买力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工人们面临着失业和工资不涨的困境。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实施实际利率政策。实际利率政策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提高名义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鼓励储蓄和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政策的细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联邦基金利率调控。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来实施实际利率政策。这一利率直接影响银行之间的借贷成本，从而影响了市场上的借贷利率。政府采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货币供应，以影响实际利率水平。二、政府债券发行。政府还通过发行高息债券来提高实际利率。这些债券吸引了投资者，因为它们提供了相对较高的回报。政府债券的需求增加，从而推高了债券价格，降低了债券的利率，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利率。三、控制通货膨胀。
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通货膨胀，包括限制物价上涨、监管工资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这些政策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提高实际利率水平。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实际利率在短期内上升，但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然而，它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和问题。高利率导致了贷款成本上升，企业投资减少，失业率继续上升。此外，高利率也使得购房和汽车贷款变得更加昂贵，影响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举个例子，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年轻夫妇打算购买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在实际利率政策实施期间，房屋贷款利率飙升，使得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这意味着他们每月的房贷支付变得更加负担沉重，限制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可能延迟了他们的购房计划。这是实际利率政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之一。总之，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施的实际利率政策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滞胀而采取的紧急措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问题。这一政策的历史教训提醒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平衡不同的经济利益。实际利率政策的实施，最终在美国经济中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转变。这些转变影响了不同领域，从金融市场到房地产市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实际利率政策的实施改变了金融市场的格局。由于政府发行了高息债券，投资者开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债券市场中，而不是股票市场。这导致了股市的下跌，股票价格大幅下降。许多投资者开始追求固定收益，而不再追求股票的潜在回报。这一趋势在当时的金融界被称为股市熊市。与此同时，实际利率的上升也对企业的借款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利率使得企业难以获得廉价融资，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扩张和投资计划。许多公司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雇佣和削减项目，这导致了更多的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另一个受影响的领域是房地产市场。随着房贷利率的上升，购房成本变得更高，许多人不得不放弃购房计划，或者只能购买更小的住房。房地产市场陷入停滞，房价下跌，许多房产投资者遭受损失。这对于房地产业和相关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实际利率政策也影响了个人储蓄和投资习惯。高实际利率鼓励人们更多的储蓄和购买债券，而不是消费和投资股票。这改变了人们的金融行为，使他们更加谨慎，更注重长期的财务规划。然而，这也意味着人们放弃了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可能错失了股市上涨期间的潜在收益。在整体经济方面，实际利率政策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抑制，名义利率逐渐下降，经济逐渐恢复增长。然而，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高失业率和金融市场的动荡。美国政府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调整，以平衡不同的经济利益。总之，实际利率政策的实施在美国经济中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转变。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和问题。这一时期的经济历史教训提醒我们，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谨慎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维护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在实际利率政策的背后，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变化的经济故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理解。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实际利率政策的实施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政策的改变通常会波及到其他国家，引发国际市场的波动和经济的相互依赖。首先，实际利率政策的实施导致了美元的升值。由于美国提供了相对较高的利率，国际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投入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元资产。这使得美元汇率上升，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这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造成了困扰，因为他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更加昂贵，降低了竞争力。
例如，日本是一个在这一时期受到影响的国家，日本以出口为主要经济驱动力，然而实际利率政策导致了日元的升值，这对日本出口造成了挑战，日本的出口企业面临了竞争力下降和市场份额的减少，这对于日本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干预汇率市场和采取货币宽松政策，以降低日元的价值。此外，实际利率政策的影响也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得以体现。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依赖外国投资和资本流入，然而高实际利率吸引了国际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美国，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尤为明显。例如，墨西哥在1980年代初实行了一项紧缩性经济政策，以应对资本外流和汇率危机，这对墨西哥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也受益于实际利率政策，那些拥有稳定经济和相对高利率的国家吸引了国际投资，增加了他们的外汇储备。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利用这一机会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实际利率政策的实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它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引发了汇率波动，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各个国家根据其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政策工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表明，全球经济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因此，国际合作和协调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方面至关重要。